豺狼虎豹中的豺究竟有多可怕？你知道世界上最致命的犬科动物是什么吗？你见过会吃人的野狗吗？你知道吗？野狗是仅次于大型猫科动物的第二大危险食肉动物，它们要比我们常见的家养犬可怕得多。无论是高大威猛的藏獒，还是凶猛狠毒的比特，在这些野狗的面前都会沦为它们的盘中餐。有时候即便是狮子这种大型野兽，遇到这种野狗群也不敢轻易招惹。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给我领导找出了生活在野外的8种野狗，带给我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凶猛的犬科动物。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8个，叟犬，它是世界上最不像狗的野狗，也是世界上最罕见的野狗之一。这是一种生活在南美洲热带雨林里的一种犬科动物，叟犬也叫丛林犬。它的头部看上去与一些幼科动物有些接近，但实际上这是一种野生的犬科动物。在当地，这种犬也被人们称为水狗。之所以会有这种名字，主要就是这种叟犬具备很强的游泳能力，它们能够下潜到水中捕杀猎物。这个家伙的体型不大，它的体长最长可达75厘米，肩高可达30厘米，体重也就在15斤左右。它长有一个较宽的头骨，嘴巴相对较短，这种头骨构造赋予了它们很强的咬合力。叟犬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是它们却能够杀死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猎物。即便是野猪这种大型野兽，叟犬也有能力将其猎杀。它们属于昼行夜伏的群居动物，通常都是10几只在一起活动。每当捕杀一些大型猎物时，叟犬群就会采取水陆两栖的作战方式，对猎物进行围剿。一部分在猎物的后面进行追逐撕咬，而另一部分则会在水中等待。等猎物撤退到水里时，它们就会一拥而上，将猎物撕碎，非常凶猛。另外，这个小家伙是纯肉食性动物，在野外无论是水里游的还是地上跑的，只要是能到嘴里的肉，它们都会吃，非常危险。第7个，金豺。这是一种分布于欧亚大陆和印度半岛的一种豺狼，它的外表与狼非常接近，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狼。这个物种的体型中等，它的体长可达1.3米，肩高可达40厘米，体重可达20斤以上。金豺的体型虽然不大，但是它的凶猛程度可能一点也不次于一些野狼，它甚至要比野狼更加贪婪。金豺共有8个亚种，不同的亚种之间的生活习性与外观都会有所差异。它们是适应性极强的一种社会性高度发达的动物，合作狩猎是它们最重要的工作。不过一般情况下，金豺都喜欢单独狩猎，虽然有时候它们也会跟自己的对象一起捕猎，但很少会像其他的野狗那样成群结队的捕食。不过在东南亚地区，一些单独活动的金豺有时候也会与狼群一起捕猎，而那里的狼群对金豺却不会表现出任何敌意。除此之外，在印度的一些地区，人们还发现一些被逐出群体的金豺，有时候也会跟老虎在一起建立共生关系，并且老虎一般情况下对它们也不会产生太强烈的敌意。在非洲，包括狮子在内，也默许金豺跟在它们的后面吃自己的剩饭。在野生动物界，金豺的人际关系搞得可谓相当的好。另外，这个家伙对人类而言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们会主动对我们发起袭击。在1988年至2005年期间，在印度东部就发生过200多起豺狼袭击人类的事件。一旦被它咬到，后果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在金豺的体内携带有很多对人类有害的疾病和寄生虫，其中就包括狂犬病这种可怕的病毒。要知道，狂犬病的致死率高达99%，一旦染上，基本上必死无疑，非常危险。好，第6个，棕狼。棕狼也叫巴西狼，它是生活在南美洲的一种大型犬科动物。棕狼的腿部又细又长，它的肩高可达1米，头体长度可达1.3米，体重最重可达60斤。在所有的野生犬科动物中，棕狼的身高是最高的。它们多数都生活在巴西的南部，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树木稀疏的草原地带。与大多数的大型犬科动物不同，棕狼是一种独居动物，它们通常都是独自活动与狩猎。在野外，它主要靠捕食一些啮齿类动物为食，不过这并不是它的主要食物来源。棕狼其实属于一种杂食性动物，除了肉类，它几乎一半的食物来源都是植物，所以一般情况下，它们并不会对人类发起攻击。在它们的背部长有黑色的鬃毛，当遇到危险时，棕狼就会将背部的鬃毛竖立起来，以此去扩大自身的轮廓，从而对敌人起到震慑的作用。它的这种办法非常奏效，因为在它们的活动区域内，除了美洲豹和美洲狮，几乎没有其他动物可以威胁到棕狼。另外，这个家伙虽然体型很大，但却并不具备太强的战斗力，可能是由于经常吃素的原因，所以就导致这个家伙的犬齿并不发达，它们不具备捕获大型猎物的能力。相对其他的大型犬科动物来说，棕狼还是比较友好的。好，第5个，郊狼。这是一种生活在北美地区的一种犬科动物，虽然它的外观与灰狼极为相似，但是两者却有明显的差异。
郊狼与灰狼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物种，但是郊狼就有多达19种不同的亚种，不同亚种间的体型差异也会有所不同。它们的体重最终可达40斤以上，体长可达1米以上。这个家伙是北美地区分布最广泛的一种犬科动物，它们的适应能力极强，无论是在森林、沼泽、草原，甚至人类的牧场里，都能看到它们的身影。郊狼的性情凶猛，不惧怕人类，它们经常会出没在人类的活动区域内捕杀牲畜，有时候也会对人类发起攻击。正是因此，在北美地区，郊狼曾遭到了人类大量的捕杀。其实原本这个物种是在白天活动的，但是遭到人类活动的压力后，逐渐的它们的活动方式就从白天转变为夜间出没。郊狼是一种食肉动物，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杀一些有蹄类以及一些啮齿类动物为食。另外，这个家伙与美洲獾有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共生关系。人们发现，郊狼与美洲獾这两个不同物种之间的动物经常会在一起合作觅食。美洲獾负责挖开地面藏有土拨鼠的洞穴，对地下的土拨鼠进行骚扰，而郊狼则会在一边的洞口等待。当土拨鼠逃出洞穴时，郊狼就会猛冲上去将其猎杀。成功捕获到猎物后，郊狼则会分一些食物给美洲獾，两者相处得非常和睦。第4个，豺。它就是豺狼虎豹中位列第1位的那个豺。从外观看上去，无论是体型或是面部表情，这个物种貌似都不及虎狼豹这种大型动物。那么为什么古人会将它与虎狼豹这些野兽并列在一起呢？当然是有一定的原因的。豺也叫亚洲野犬，这个物种主要都分布于亚洲，通常都喜欢活动在一些林区和山地里。它们的皮毛颜色多数都是红棕色。这个家伙的体型不大，体长也就在1.3米左右，体重可达60斤以上。它是所有犬科动物中灵活性最高的动物，它的行动非常敏捷，并且特别擅长跳跃。除此之外，它还是现存所有犬科动物中本领最多的种类，也是捕猎能力最强的犬科动物之一。如果单从外观看上去，你可能丝毫察觉不到这个小家伙究竟有多可怕。它们长得就像村里的小黄狗一样，并不出众，但实际上这个家伙可能要比狼更加可怕。豺是一种群居动物，豺群的数量从几只到几十只不等。它们在捕杀猎物时，会像猎狗那样采用掏肛的手段对猎物进行疯狂的撕咬。除此之外，它还比猎狗多出很多残忍的攻击方式。当豺群在捕杀一些大型猎物时，会先攻击猎物的眼睛，使猎物丧失逃跑能力，然后豺群就会蜂拥而上，将还活着的猎物开肠破肚，活吃内脏。被豺群捕获的猎物往往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豺群分解吃掉，非常绝望。在野外，豹子能捕杀的猎物，豺群几乎都可以捕杀，而豺群能捕获的猎物，豹子却不一定能捕杀，非常可怕。第3个，澳洲野狗。如果身处澳大利亚的野外见到这样的狗，请一定要与其保持安全的距离，因为你见到的如果是一只澳洲野狗，那么下场是非常危险的。它是生活在澳大利亚的一种野生犬种，这种狗的外观看上去虽然与家犬一样，但实际上它们却是一种非常凶猛的野狗。这种狗的体长可达90厘米，肩高可达60厘米以上，它们的整体外貌与家犬无异。这个家伙的适应能力极强，无论是在热带森林、草原，甚至是沙漠，都有可能出现它们的身影。在澳大利亚当地，有些人会误将这种野犬当作家犬，从而毫无防备地喂养它们的食物，而在投喂的过程中，就极有可能会遭到这些野狗的攻击。1980年，在澳大利亚，一名女婴就被这种野狗杀死了。这种野狗最危险的地方，主要就在于它们的外貌。形似家犬的外貌会让人类对它们失去防备之心。要知道，这个家伙的行为特征与大多数的野狗一样，它们非常凶猛，并且还是群体活动。在野外，它们都是靠捕杀活物为生的，像一些袋鼠、绵羊，甚至是牛，澳洲野狗都有能力将其捕杀。在澳大利亚，除了人类和鳄鱼，它们几乎没有天敌，非常危险。第2个，非洲野狗。这是一种生活在非洲大陆的一种野生犬科动物。这种野狗的皮毛颜色看上去非常杂乱，因此它也被称为杂色狼。这个物种主要都分布在非洲的一些稀树草原地带，它们是群居动物，一群大约由40多只组成，最多的时候曾高达上百只在一起活动。非洲野狗的体型不大，它的体长可达1米，体重可达70斤以上。看上去虽然比较瘦小，但实际上这个家伙非常强壮。在野外，它们可以捕杀比自己体型大很多倍的猎物，比如高脚羚以及蓝角马这种大型有蹄类动物，就会经常遭到非洲野狗的捕杀。在捕猎时，它们会以每小时55公里的时速对猎物紧追不舍。等到猎物体力耗尽，失去反抗能力的时候，野狗群就会一拥而上，将猎物分解吃掉。另外，与它们一同生活在这里的斑鬣狗是非洲野狗最痛恨的敌人，因为斑鬣狗经常会去抢夺非洲野狗辛苦捕获的猎物，而非洲野狗对猎狗群又无可奈何，所以在野外，野狗群一旦遇到落单的斑鬣狗，通常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将其干掉，以此去削弱自己的竞争对手。在非洲大陆，非洲野狗其实与狮子一样，都是这里的顶级掠食者，非常凶猛。第1个，灰狼。
毫无疑问，灰狼无疑是所有犬科动物中最具代表性的物种，它是犬科动物里现存最大的成员，无论从体型还是凶猛程度，灰狼都要比绝大多数的犬科动物都要强。作为顶级掠食者，灰狼除了人类几乎没有天敌。另外，灰狼其实不单指一个物种，在全世界，灰狼共有11个亚种，其中体型最大的就是北美的灰狼。生活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北美灰狼的体长不算尾巴，最长可达2.1米，体重可达180斤以上。这种狼生活在北美的寒带地区，在野外，它们主要靠捕杀各种大型有蹄类动物为食。有时候，即便是熊类，北美灰狼也有能力将其猎杀。要知道，这个大家伙可是群居动物，最多的时候，它们可以集成多达30多头在一起活动。在北美洲，它们是最顶级的掠食者之一，除了人类，它们几乎没有天敌。一头成年的北美灰狼的咬合力最高可达600多斤，它一口下去就足以咬碎绝大多数动物的骨骼。不仅如此，它们的耐力也极强。在寒冷的北方，它们能以每小时60公里的速度持续奔跑20公里，这种耐力是绝大多数动物都无法比拟的。另外，它们还拥有极其严格的狼群制度，无论在捕杀猎物时还是对抗敌人时，狼群都会采取最为有效的攻击方式。所以，无论从哪方面去看，灰狼都是犬科动物里最强悍的一种野兽。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无人区究竟有多可怕？可可西里的高原深处到底生活着什么样的可怕生物？一只兔子究竟是怎么杀死一个成年人类的？这里为什么被称为人类的禁区？你知道吗？在我们生活的地球上，有很多非常凶险且致命的无人区。由于这些地方环境恶劣，危机四伏，所以一直以来都很少有人敢轻易的踏进这片土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地方变得如此致命？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3个无人区，带各位领导一起了解一下这些吞噬生命的禁区。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第3个，可可西里。这里是位于我们国家西北地区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它夹在唐古拉山和昆仑山之间。整个可可西里的总面积达到了45000平方千米，它是世界上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高原。这里的平均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全年的平均气温多数都在0度以下，最低气温可低至零下46度，属于寒冷的高原气候，昼夜温差极大，环境非常恶劣。这种地方除了高山、湖泊、草原和野生动物，几乎荒无人烟。导致这里变得如此荒凉的主要原因就是自然环境。由于海拔较高，所以导致这里的空气中含氧量很低，经常生活在平原地区的人或动物是很难适应得了这种缺氧的环境的。不过虽然环境恶劣，但是由于这里长期处于原始的生态环境下，并没有受到任何人类活动的污染，所以对比人类活动频繁的区域，可可西里的景色显得格外美丽。这里的空气透明度很高，用眼睛看上去一切都显得非常清晰。但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景色非常震撼的地方，实际上却是一个吞噬生命的禁区。曾经有无数探险者想要深入可可西里的腹地一探究竟，可结果不是半途而废，就是命丧于死。真正进入到可可西里无人区腹地的人类，实际上寥寥无几。这里除了环境恶劣，其实更可怕的还有野生动物。你知道吗？在整个可可西里生活了有多达230多种野生动物，其中包括野狼、野牦牛、雪豹，甚至熊这种大型野兽。如果身处这里，以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有足够的能力置我们于死地。要知道，身处高原缺氧的环境下，我们的体能是非常虚弱的。一旦遇到狼或熊这种野兽，多数人是根本没有足够的体力能够与其周旋的。此时，我们的逃跑能力也会因高原反应而直线下降，并且生活在高原地区的野兽性情与凶猛程度，往往都要比平原地区的动物更加可怕。因为这里的动物几乎很少会见到人类，所以它们可能并不会惧怕人类，特别是野生的牦牛。如果不幸遇见一头野生的牦牛，是极其危险的。这时候，即便你待在车里，可能也无法保证自己的安全。要知道，一头成年的野牦牛的体重最重可达半吨以上，一头暴躁的野生牦牛完全有能力将一辆行驶中的吉普车顶翻，并且受惊的野牦牛会变得极具攻击性，它们有足够的能力置我们于死地，非常危险。再有一个就是生活在这里的一只兔子也能够威胁到我们的生命，这不是危言耸听。要知道，身处空气稀薄的高原缺氧的环境下，如果此时突然窜出来一只兔子，很有可能会吓我们一跳。在这种缺氧的环境下，一旦受到惊吓，就会导致我们心跳加速，心跳加速就会引发高原反应的加剧，
如果对于一些本身就患有心脏疾病的人来说，在缺氧的环境下一旦受到惊吓，是很有可能会出现生命危险的。除了野生动物，这里还有很多流沙和沼泽。受高原气候的影响，在可可西里的地表下，有些地方是薄薄的一层冻土，而冻土的下面很有可能就是流沙或者沼泽。如果只身一人一个不小心陷入到流沙和沼泽里，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除此之外，无人区的致命因素还有迷失方向。如果身处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腹地，我们大部分的电子设备几乎都会失灵，包括 GPS 和指南针这种工具。因为在可可西里的地下有很多矿产资源，受一些铁矿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指南针失灵，从而使我们无法辨别方向。要知道，在这种环境下，一旦迷失方向是非常恐怖的。如果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内走出无人区，一旦食物与水源耗尽，大概率只能原地等死。因为就算你找到了一大片湖泊，这里的水也不能喝，因为这些湖泊都是含盐量极高的咸水湖。如果不慎喝下这种咸水，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含盐量增加，这样不仅不会改善身体缺水所带来的不适，反而会加剧我们体内的水分流失，从而导致我们的身体机能快速下降，非常危险。从以上的种种致命的因素中不难看出，可可西里无人区绝对算得上是人类的禁区。从2020年开始，这里就被禁止进入，所以还望各位领导千万不要盲目闯入这里，因为这里的危险程度其实要远在我们的认知之外。好，第二个，撒哈拉沙漠。你知道真正的撒哈拉沙漠深处究竟有多危险吗？撒哈拉沙漠位于非洲的北部，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沙质荒漠，整片沙漠的面积达到了932万平方千米，这相当于24个日本的国土面积。这里的环境要比可可西里恶劣得多，致命程度也要比可可西里高得多。如果想要只身一人穿越撒哈拉沙漠，基本上毫无可能。要知道，真正的撒哈拉沙漠深处是根本没有人类的，这里一眼望去，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沙子，基本上没有任何植物。这里白天的温度最高可达58度，地面沙子的温度更是高达70多度。最为致命的就是一到了晚上，这里的温度最低会降低至0度，昼夜的温差极大，而我们人类是根本承受不住这么大的温差转变的。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连续3天不喝水仍可以存活，但是在这里1天不喝水就有可能会丧命，因为撒哈拉沙漠白天极高的气温会加速我们体内水分的流失，并且在这种地方想要找到一处水源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沙漠中可能会有绿洲，但是在这种环境下，一旦水源耗尽，我们几乎是没有足够的时间与体力去继续寻找水源，可能还没等找到绿洲，我们就被晒死了。然而炎热与缺水并不是这里唯一的致命因素，其实在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仍生活着很多对于人类非常致命的动物，其中最为致命的就是一种沙漠蝰蛇。巨鳞蝰蛇是一种生活在沙漠地带的一种毒蛇，这种蛇的性情非常凶猛，易发怒，并且极具攻击性，被它咬一下致死率会极高，特别是身处炎热干旱的沙漠地区，一旦被它咬到，如果没有在短时间内得到救治，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除了毒蛇，与其一同生活在这里的还有一种致命的剧毒蝎子，这种蝎子就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蝎子——以色列金蝎。以色列金蝎也叫巴基斯坦毒蝎，这种蝎子的外观看上去并没有多恐怖，但是它的毒液却足以令我们闻风丧胆。你知道吗？这个小家伙的毒性位列世界10大毒王的第5名，它比眼镜王蛇的毒性还要强。不过由于每一次攻击所向外释放的毒液剂量并不大，所以被它蛰到通常并不足以致命，但这仅限于年轻力壮的成年人，如果换作是小孩子或者老人，它的毒性仍是可以致命的。此外，除了以上那2种剧毒生物，在这里你可能还会遇到非洲野狗、斑鬣狗、撒哈拉猎豹以及秃鹫这种凶猛的野兽。身处这种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以上的任何一种动物都有可能会要了我们的命。这时候即便你侥幸躲过了一些危险的动物，接下来等待着你的很有可能是自己的同类。但是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在这种地方遇到人类可能比遇到10条毒蛇更加可怕。因为在撒哈拉沙漠中，经常会有一些当地的走私者或者贩运者，这些人往往都是一些全副武装的亡命之徒，他们对陌生人可能并不会有任何怜悯之心。在以往的沙漠死亡案例中，人们发现有很多死者都是被枪击杀害，有些甚至连器官都被摘了下来，非常残忍。要知道，在这种地方一旦遭到威胁，你就是喊破喉咙都没有人能听到，非常危险。好，第3个，南极洲。要说世界上最大的无人区，那非南极大陆莫属了。南极位于地球的最南端，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储藏地，南极的冰雪量占全世界冰雪量的90%以上。这里的冰盖厚度达到了4000多米，如果这些冰盖全部融化，估计地球的海平面将会上升60到80米，这将会淹没绝大多数的沿海城市，而日本的国土面积也会因此而减少。整片南极大陆被南冰洋所包围，它的总面积达到了1424.5万平方公里，这要比整个欧洲还要大上约40%。整片南极大陆几乎都被冰川所覆盖，只有2%的地方没有被冰雪常年覆盖，可以供动植物生存。也就是说，在这片大陆上，几乎90%的区域是
是根本没有大型生物存在的。南极大陆的内陆地区环境非常恶劣，这里虽然到处都是冰雪，但是却非常干燥，其干燥程度要比炎热的撒哈拉沙漠更加严重。主要原因就是在南极的内陆地区温度极低，极低的温度使得水蒸气很难存在，并且整个南极大陆的年平均降水量仅为55毫米，有些地方甚至已经有长达几百万年没有下过雨，这就会导致这里的空气变得非常干燥。即便身处到处都是冰雪的环境下，我们的身体依然会有脱水的风险。另外，除了干燥，其实更致命的就是这里的温度，这里的最低温度可低至零下89.2度。要知道，在这种温度下，如果将我们的皮肤或者手指裸露在外面，仅需短短的几秒钟，就足以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冻伤。并且在内陆地区，一年中有300多天的时间，这里都会刮着8级以上的大风，有时候风速甚至会达到每秒100米，这种风力几乎相当于12级台风的3倍。正是因此，使得南极大陆成为了世界上风力最大和最干燥的一块大陆。人如果身处这种环境下，超低的温度加上大风，会导致我们体内的热量加速流失。如果没有充足的保暖装备，极有可能会被永远的冰封在这里，并且暴风雪一旦来临，就会降低能见度，从而使我们无法辨别方向。地面上白茫茫的冰雪还会导致我们患上雪盲症。白色的冰雪会将阳光反射到我们的眼睛里，从而使我们的眼睛受到损坏，导致视力减退。更致命的还有冰缝，由于整片大陆都被厚达上千米的冰雪所覆盖，所以在一些雪层的下面会藏有很多冰缝，这些冰缝很难被人发现。此时如果一个不小心掉进这些冰缝里面，基本上是必死无疑，非常危险。除此之外，在南极大陆的内陆地区，可能没有任何可以供我们食用的食物和水，这里到处都是暴风雪，基本上没有任何植物以及动物，所以在这里一旦食物耗尽，几乎是必死无疑。虽然在南极大陆上驻扎了很多科考队，但这些科考人员通常也仅在科考站的周围活动，一般情况下也不敢贸然进入南极大陆的内陆，因为在这里一旦遇到一种名为乳白天空的景象，是极其危险的。乳白天空也叫乳白景象，在南极的极地区域，当阳光照射到类似于镜面的冰层上时，冰层就会立即将阳光反射到低空的云层中，而云层则会再度将光线散射到地面的冰层上，这样来回的反射就会产生一种让人眼花缭乱的乳白色光线，此时周围的景象就会变成雾蒙蒙的乳白色，让人一时分不清楚天与地。这种景象看上去可能感觉很梦幻，但实际上却极其危险，因为一旦人身处这种环境下，就难以辨别方向，并且我们的视线也会产生错觉，严重时还会让人头昏目眩，甚至失去知觉而丧命。1971年，一名美国人就曾驾驶一架 LC-130大力神飞机，在这里遇到了乳白色的天空，突然就与地面失去了联系，至今为止仍下落不明。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极地探险家曾经因为遇上这种乳白色天空而险些丧命，非常危险。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土点个赞，谢谢。世界上最大的飞机究竟有多大？你见过运输坦克的飞机长什么样子吗？你以为225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了吗？自莱特兄弟于1903年造出第一架飞机以来，在过去的100多年时间里，人类几乎从未停止过对飞机的研发。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们制造的飞机的体型也越来越大。那么至今为止，人类所创造出来的最大的飞机究竟有多大？今天这期视频，黑土就为各位领导找出了世界上最大的10架飞机，带各位领导一起认识一下这些空中巨无霸。大家好，我是黑土，喜欢这类视频的领导，劳烦您帮忙点个赞支持一下，记得长按点赞3秒，给黑土个霸气鼓励，谢谢。好，第10个安22运输机，这是人类历史上制造过的最大的涡轮螺旋桨飞机，它是由前苏联安多诺夫设计局在1962年研制的一种重型军用运输机，主要被用来运送坦克、汽车、火箭发射车以及导弹运输车等等一些大尺寸、大重量的军事装备。这架飞机搭载了4台涡桨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向外输出15000轴的马力，它可以载重80吨的货物，以每小时超过680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5000公里。如果加满一箱油，它的航程最多可达1.1万公里，几乎可以覆盖大半个地球。这就意味着它可以将导弹以及各种重型军事装备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运送到地球上绝大多数的地方。22运输机的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50吨，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57.92米，高度为12.53米，翼展长达64.4米，它的货舱容积更是达到了640立方米。毫不夸张的说，它甚至可以装下一个小型的重型装甲连。对了，更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这个大家伙的起降能力。别看它体型大，但是这个家伙具备降落在一些野战机场的能力，因为它属于螺旋桨飞机，在着陆的时候，它的螺旋桨可以反转，从而缩短着陆时的距离。这一点是很多喷气式飞机都不具备的。拥有这项功能，就可以将一些军事装备运送到各种极端的地方。它的性能就是放到今天来看，依然非常强悍。要知道，这可是上个世纪的产物，距今已经过去了50多年的时间。好，第9个里海怪物。
这是前苏联在1966年制造的一种大型地效飞行器。在1966年至1988年间，它曾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飞机。其实确切点说，它其实是一种地效飞行器。所谓地效飞行器，就是一种利用地面效应提供支撑力，从而实现飞行的一种运载工具。而里海怪物实际上就是一种巨型的地效飞行器，它的机身长度达到了106.1米，翼展为40米。这个大家伙配备了8台涡喷发动机，它能够以每小时800公里的速度穿梭在海面上，并且不会被任何雷达发现。这种飞行器的优势就在于它要比大多数的飞机的载重能力更强。里海怪物的起飞重量高达500吨，它的机身上方配备了6枚超音速反舰导弹。由于它主要都是在贴近海面1到5米的高度飞行，所以这种大型飞行器其实更像是一艘会飞的航母。除此之外，它不仅可以在水上进行超低空飞行，同样也可以在沙漠、雪地、沼泽地这种极端的环境下实现低空飞行，性能极其强悍。遗憾的是，从诞生至今，这种大型飞行器只建造了1艘，并且在1980年就已经坠毁，沉在了海底。第8个，白鲸运输机 XL。这是一种由空客公司研制出的一种超大型运输机。由于它的外观看上去像是一种鲸豚类动物，所以人们将其称之为大白鲸。之所以会将这种飞机设计成这种外观，设计理念其实就是源于白鲸这种生物。白鲸是一种游泳能力很强的动物，它的身体呈流线型，这可以帮助它在水中高速前进，同时也具备较好的机动性。而白鲸 XL 运输机采用这种造型，就可以减少阻力和拖累，从而可以达到更高效的飞行状态。这种运输机的型号也有很多，目前体积最大的一个就是空客白鲸 XL。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63.1米，翼展长达60.3米，高度为18.9米。它搭载了2台由劳斯莱斯生产的传达700涡轮风扇喷气式发动机，其最高巡航速度可达每小时737公里，最大起飞重量可达227吨，机舱容量更是高达2290立方米。它主要被用来运送一些超大型的部件，比如一些国际空间站所需要的大型组件，或者其他飞机所需要的大型部件，运载能力很强。好，第7个 C5 银河运输机。这是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制造的一种大型战略军用运输机，即便是到了今天，它仍是美国空军现役最大的战略运输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75米，翼展长达67米，高度为19.8米。它搭载了4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最大推力为191.2千牛。这架飞机的发动机非常大，但是一台发动机的重量就重达3.5吨。如果这4台巨大的发动机同时运作，但是它内部的4台发电机就可以供应5万人口城市的用电需要。不仅如此， C5 运输机的发动机还可以提供逆推力，这可以帮助飞机在降落时减少在地面的滑行距离，可以使飞机降落在更多极端的机场跑道上。作为一架运输机，装载能力自然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架飞机的货舱长达36米，高4米，宽6米，它的机身2头都可以向上打开，可以从前后舱门同时装卸货物。它几乎可以装载美军的大部分战斗装备，包括坦克、直升机和其他的一些重型装备。要知道，拥有这项功能就意味着它可以带着重型战斗装备以及人员抵达地球的任何一个战场，短时间内就可以为战斗中的部队提供野外支援。对了，再有就是它的最大起飞重量高达418吨，加满一箱油，它可以连续飞行超过9000公里，性能非常强悍。第6个，安124运输机。这架飞机是前苏联为了超越美国的 C5 银河运输机而研发的一种大型飞机。这架飞机曾经是世界上第2大的运输机，它的机身长度长达69.1米，翼展长达73.3米，机身高度达到了20.78米。它搭载了4台推力为229千牛的高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最大起飞重量达到了405吨。它与 C5 银河运输机一样，都可以装载坦克以及装甲车等重型装备抵达全球的大多数地方。安124运输机的最大载重量高达150吨，它的货舱总体积为1160立方米，这可以装下绝大多数的重型陆地装备。说到这里，相信很多领导都非常好奇它的油耗。这架飞机的载油量约为210吨，在巡航飞行时，它每小时的油耗高达10吨。如果超过巡航高度爬升时，油耗每小时则会上升到17吨。如果加满一箱油，它可以以每小时850公里的巡航速度连续飞行将近20个小时，这足以抵达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地方。好，第5个，空中客车 A380。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载客量最高的客机，也是体积最大的客机。这架飞机的高度达到了24米，这相当于8层楼的高度。
它的机身长度为 72.72 米，翼展长达 79.75 米。它是由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发的一种超大型双层喷气式客机。这架飞机的最大载客量高达853人，它的最大起飞重量高达575吨，巡航速度更是高达每小时900公里。加满一箱油，它可以连续飞行15700公里。这个大家伙搭载了4台由劳斯莱斯生产的高庞通比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高达30多吨。此外，这架飞机的安全性与舒适性也要碾压绝大多数的客机。很多人都知道，飞机越大也就越安全。空客 A380 的翼展长度达到了79米，这种巨大的翼展可以使飞机在丧失全部动力之后，也就是说在燃油耗尽的情况下，依然可以利用巨大的翼展保持机身稳定，使飞机可以滑翔着陆，而不是像其他的翼展较短的飞机那样，一旦失去动力，可能就会一头扎向地面，垂直坠毁。俗话说翅膀大了能兜风，其实就是这个道理。再有就是这架大飞机的价格，一架空客 A380 的售价约为 4.5 亿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约为30亿左右。好，第4个，休斯 H-4 大力士。这是一架巨大的水上飞机，它诞生于1947年。这架飞机拥有当时世界上所有飞机中最大的翼展，它的翼展达到了 97.54 米，机身高度为 9.15 米，机身长度长达 66.6 米。你可能很难相信，这么大的一架飞机竟然是用木头做成的。由于它建造于2战期间，当时的世界各地几乎到处都在打仗，在这期间制造飞机所需要用的金属材料会受到很大的限制，所以当时为了节省金属材料，只能选用木材建造。最初建造这架飞机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向各大战场运送士兵和军事装备，但是没等这架巨大的木质飞机建造完成，战争就已经结束了。这架飞机仅在1947年10月2日进行了一次短暂的飞行，之后就再也没有飞过。第3个，波音747-8。在空客 A380 没有诞生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客机名号一直是美国的波音公司的。但是自2006年空客 A380 问世之后，波音747的地位就受到了威胁。所以为了巩固自己世界第一大飞机的名号，波音公司就在波音747-400的基础上建造了更大的飞机，也就是现如今的波音747-8系列。其实波音747-8共分为2个型号，747-8L 属于客机，而747-8F 则是货机，两者的大小都差不多。它的机身长度达到了76.4米，翼展宽达68.5米，机尾的高度接近20米。虽然在机身长度上，波音747-8要比空客 A380 更长，但是它的载客量却远不及空客 A380。波音747-8的载客量为467人，它的最大航程可达14000多公里。它搭载了4台涡扇喷气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约为30吨，巡航速度高达每小时900公里。它的内部设计也比之前的机型更加豪华和舒适。另外，这架飞机还采用了更加节能环保的新技术，大大降低了对环境的损坏。好，第2个，安25运输机。它是一架起飞重量高达640吨的超大型运输机，也是目前全世界机身最长、承载重量最大的飞机。它是由安东诺夫设计局在1988年研制的一种超大型军用运输机。这架飞机的机身长度达到了84米，它的翼展宽达88.4米，机身重量为175吨。它搭载了6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的推力高达20多吨。它可以装载250吨的货物飞上天空。如果在满载油量的情况下，它可以以每小时800公里的巡航速度连续飞行15400公里，续航能力极强。如果将这架巨大的飞机改为客机，估计它能够一次性搭载1500到2000名乘客，这几乎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客机空客 A380 的4倍。安25的货舱容积为1300立方米，它可以一次性装下16个集装箱，像一些大型的航天设备以及其他的一些大型设备的部件，它都可以装得下。但就是这么强悍的一架大型运输机，在2022年的3月，由于战火的原因遭到摧毁。可惜的是，这种强大的飞机至今为止在全世界仅制造了1架，而这仅有的1架已经被摧毁，非常可惜。好，第1个，巨型双身飞机。它是世界上最重和最宽的飞机，这架飞机的全称为平流层发射巨型双身飞机。该飞机采用的是非传统的双机身设计，这架飞机的翼展宽达117米，机身长度为73米，高度为15米。它是目前人类制造的翼展最大的飞机。这种巨型飞机的运载能力相当惊人，它可以将实际重量高达250吨的火箭运送到1万米以上的高空中发射，目的就是为了降低火箭从地面直接发射所产生的燃料成本。这样的发射方式不仅可以忽略地面不利天气所带来的干扰，
另一方面也可以节省燃料，因为火箭直接从空中发射，就不用从零开始加速。整架飞机共有28个车轮和6台涡轮风扇发动机，每台发动机可以为机身提供大约25吨的推力，它的最高飞行速度可达每小时850公里。另外，虽然它有2个机身，但驾驶舱却只有1个，飞行员只需要坐在机身右侧的驾驶舱内驾驶飞机即可。左侧的机身驾驶舱其实是一个虚拟驾驶舱，因为它的内部并没有任何飞行控制系统。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还不错的领导记得帮黑图点个赞，谢谢。